大家好，时间总会告诉真相，谣言总会露出马脚，只是有些人瞬间就在谣言面前倒下了，而且等到时间还原真相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时过境迁了。这是一种极大的悲哀，因为人生是短暂的，流量也不会是永恒的。一个娱乐圈当中好不容易混出名堂的人，永远都无法料到自己到底会倒在别人的手里，还是倒在自己的手里。试问人世间谁没有个不经大脑、嘴欠手抖的时候呢？如果所说的、所看的被刻意记录下来的话，个个都能成为故意存档的黑材料了。这个世界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呢？8、9年的爱侣之间都能如此无情无义，还怎么去怪责这个世界那么多的无良的黑粉、造谣的作坊、妖魔鬼怪肆意横行呢？想拖某些人下水，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名人或者顶流，现在而言真的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了。要说墙倒屋塌、明星出事，有时真的不是你防得过来的事情，根本就是防不胜防。王一博的一张照片深究起来的话，也是分分钟可能被射死的事情。现在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大可小的，必须要有个界限，有个度。对谣言和黑粉，如果放纵下去的话，人人举报，人人就会自危，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了。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能乘风破浪，积极乐观。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俗话说，防火、防盗、防闺蜜，此话不假。当我看到这张刚刚把霍尊完全射死的陈露和她那个背后的狗头闺蜜，一个叫做王萌的，一起大快朵颐直播圈粉，或者说兴高采烈庆祝胜利的照片，我就如同瞬间吞了3、4只苍蝇的感觉。霍尊口中那个永远的露露，居然就是这么一个你越惨我越开心的要命的嘴脸和表情。要知道，霍尊的老爸老妈现在都已经被网暴逼入到了绝境，血压都飙到了180了，而且都住院了。结果这个陈露一边大度的表示会永远尊重霍家的家人，会当成自己的亲人去对待，一边去和自己的亲密战友开心的吃喝，继续的刷热搜和流量，继续的消费臭男人、坏男人的各种的谈资和后续的花边。说实话，我不管霍尊、陈露以前的那些陈皮子、烂谷子等等的烂事，我也不关心到底是58万还是900万的钱财上的交往，我只关心一种叫做分手之后该有的洒脱，和一种叫做人心或者人性的东西。自己爱了9年的人，被自己彻底踩在脚下之后，却能乐颠颠的和闺蜜撸串欢庆。我看不见一丁点9年交往过的深情，我只看到了七彩的蕾丝边的风情。或许我的思想已经跟不上这个与时俱进的社会大潮流了，这点我必须承认。我曾经讲过，如果让人性高于一切的话，那么将心比心的世界，人的善与人的美就会发挥到了极致，人性的亮点就能彼此的影响，彼此的照亮，如同萤火虫一样漫山并野，照亮这个世界的夜空，温暖所有人的视野和心肠，这会是很棒很棒的感觉。然而，如果只是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攻防，鼓励各式各样的举报，
放纵彼此的挤兑和碾压，只会让人性逐渐的萎缩，甚至死亡。就像塔利班一样，只会一味的鼓动极端主义的原始教性，鼓吹藏在黑暗处的原始的兽性，或者一种至高无上的不可挑战的党性，那么人性就会变得一文不值，随意践踏了。上个星期，我认真拜读完霍尊在8月14号的1000字长文，整篇长文写得很朴素，很真挚，甚至细节都很完整。当时我就大为感动，他的文经和他的用心。毕竟一个90后的大男孩能够用心专宠自己的女朋友9年之长，的确很用心了。因为很多细节都能回忆得起，印象深刻，真的是很不容易。即便他不是那个好男人，也绝非那些一心两用、一心安用的主流渣男可比。可见这个人的细腻真的是深深的打动了我。他的字里行间都是男人的心计，没有多少的心机，心机反而更多的留给了那个毁了他一辈子的人。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我说过的错话加起来也不比霍尊少到哪里去。随性的人不会想到随性的后果，因为随性的人不会去提防身边的人。谁都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自从有了智能手机这个已经烂大街的玩意儿之后，越发暴露出了几乎无处不在也无法提防的可怕的眼睛、苟且的揣摩，以及出卖的念头和人心的丑恶。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一起来看一看这张王一博的照片，您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是不是普普通通无伤大雅呢？那么我先提醒一句吧，这张照片其实就是人性复杂和人心险恶的最佳的诠释了。这是一张今年暑期陈情令2周年线下庆典时，王一博低头翻看手机，被有心人及时抓拍到的一张同样是伤害性可大可小的相当实锤的照片。手机里的女人可是大名鼎鼎的耀来集团董事长齐建宏的宝贝千金齐美和。当时的情况是，王一博和肖战都穿着戏服在片场休息，两个人都毫无意外的各自翻看着各自的手机。肖战的手机那边很明显有心人并没有去关注，反而王一博这边的手机却被有心人完美的偷拍到了，而且视角很棒，清晰度也很高。重点是王一博当时一直都在刷屏，翻看着朋友圈的各种的动态和推送的八卦。浏览过程之中，王一博也点击进入到了齐美和的朋友圈，并迅速翻看了齐美和最新 post 的照片。就是这张被有心人故意定格下来的照片，引发了大批的搜索和热议。这张颇为清晰的照片不仅瞬间引爆了各大论坛，反响极大，反转也极大，不堪的讨论更是层出不穷，也延伸出了不少以前的谣言和话题。怪里怪气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苟且横行，其中包括若干年前这位白富美居高临下灵性流量小生的各种的狗血，以及商业帝国崩塌之后，这个落难公主被某位顶流男明星当成了批友的各种的严丝的龌龊。我不想深入去探讨这些纯粹边缘性和狗仔化的有色的解读，我只关心这个有心人的诡异难明的刻意的跟拍，以及堪比间谍的狗仔的手法。因为无论谁，无论你还是我，在享受个人空间或者说个人时间的时候，在查看自己私人手机的时候，居然背后会有一双黑洞洞的眼睛无时无刻的
在跟着你同步浏览着，纯属个人的隐私。这无疑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感觉和遭遇。即便无意中的偷拍，比方说在自拍的时候把别人家的手机内容连带拍下来的话，也不应该拿出来跟全社会分享。更别说这种明目张胆刻意跟拍，已经是完全侵犯到了明星个人隐私的行为了。以前是隔墙有耳，现在是身后有眼，显得更加的可怕和恐怖。因为你可以压低声音，不发出声音，但你永远无法提防背后那如影随形的算计和窥伺。而且最要命的是，这些人或许就是你的朋友、你的闺蜜，或者任何一个你一度相信过的以及正在相信着的人。这张照片明显就是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绝对还是个偷拍无声息、作恶人不知的偷拍界的高手达人。我之所以称之为偷拍界的高手达人，不只是因为这些人的拍摄角度非常的牛逼到位，拍摄的手段也完全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更是因为这些人的技术手段已经完全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地步了，完全让人防不胜防，就算大开脑洞的话也绝对都想不到。如果我不说，你也肯定不知道，就算我说了，你也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会跟我一样大叹人间怪咖的出奇的恐怖。为什么我会这么肯定呢？因为王一博的手机上实际上已经贴了防窥膜，也就是说，除了跟手机屏幕完全垂直的私人空间的视角，旁边的人是压根看不到他的手机内容的。结果呢？结果是没有结果。这张偷拍到的照片明明已经接近了45度的不可能的偷窥的视角，居然都能如此清晰的被偷拍了下来。只能说这些人接受过系统性的间谍训练了，似乎这样说法也是不足为过了。实际上任何顶流都绝对无法提防这种超技术的窥伺的手段。我之所以说这种偷拍下来的照片后果可大可小，因为王一博如果出于某种对热点时事的好奇心，偶然翻到了太阳旗某神社的照片，一旦被有心人定格下来的话，都是妥妥的卖国和辱华，都是妥妥的铁证如山，是压根儿就有口难辩的实锤和铁证。哪怕你只是1秒钟的刷屏而过，然而射死你也只需要那短短的1秒钟的时间而已。其实就算这张已经被定性为初恋或者玩偶的偷拍，假如再广泛传播一下的话，或者被某些黑心大号站出来放大一下，恶心一下的话，甚至会唤起社会主义铁拳的注意力，也绝对够格让王一博吃上一壶的了。因为这张照片的背景当中是这个已经没落的耀来集团和集团的千金，他们跟渣男吴亦凡跟风流的成龙都有很长时间的相当密切的交集，跟王一博更是纠缠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乐华公司也曾经出面好多回了，然并卵的事都没用，就跟脚上踩到了口香糖一样，压根儿就脱不了关系。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墙倒众人推的人，也不缺锦上添花的人，这个世界唯独缺少的就是雪中送炭的人。所以任何一人或者说顶流，一旦被人盯上了，被牵扯上各种吸引社会主义铁拳注意力的社死的关键字，都注定逃不过社死的命运。所谓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王一博、赵丽颖，且行且珍惜吧。真爱他们的人也请且爱且珍惜。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缺意外，也不缺居心叵测的人，
就算身边的爱人、伴侣、闺蜜，甚至化身为工作人员的有心之人，或者朝夕相对的生活助理等等，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身边随时引爆的定时的炸弹。有些顶流巨星，即便在20多年里都一直稳如泰山，叱咤风云，然而最终照样也逃不过显微镜般的窥视和一夜之间的崩塌。您知道我指的是谁吗？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那些有心人的能量，也千万不要小看您手中的能量。凡事心存美好，心怀阳光，只要赵丽颖、王一博不去美国或者日本去旅游，不在公共场合看手机，不在微信微博随意的置评或者留言等等等等，您都懂的。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斐夫妇王炸 CP 以后还能有机会重来，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你我左右未来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唤醒下一波的惊喜和快乐，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日子苦熬，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